我过来接你了，吃了吗？啊？你以后别来了，这个时间段堵车，免得迟到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从明天开始，提前半个小时出门。啊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既然我们不能一起吃午餐，那就从今天开始一起吃早餐和晚餐，这样我又赚了一顿。走吧。 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我还以为搬到柳柳家就可以晚睡一点，没想到还是得早起啊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在前面那路口帮我放下，行吗？ 要是让同事看到我搭大老板的车上班，那还得了？好，以后就在那个地方下车，可以吗？一个星期，我跟风腾除了上班睡觉的时间，几乎都在一起吃饭。下班了，我约了珊珊吃饭。你去我们家陪陪丽叔。 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我就不去了，改天吧。王叔，以后风腾要是不回来吃饭的话，就不要为了我特地准备了，我们大家可以一块儿吃，热闹。哎，吉桃刚开工，风先生定会很忙的，你先安心吃饭吧。大部分的时间，我都觉得彼此喜欢的人能在一起，就是最美好的事情。 不过一天情敌又如何？那我该为了这件事怀疑风腾吗？怀疑他对我的用心吗？啊，所以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跟风腾提情人节的事儿。哎，我说财务那个是不是被22楼给抛弃了？是吧？ 最近听说都没上去吃饭呢，听说22楼这位家里面还藏了个秘密情人呢，这可是严总秘书薛礼亲眼目睹的。秘密情人？不对，他们应该说的是丽叔，一定是的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也不能叫抛弃吧，人家搞不好从来就没有认真过呢。也是，所以吧，人还是得踏踏实实的，高姿不能乱攀。没听说过高处不胜寒吗？是啊，这掉下来的滋味啊，估计不好受呢。我们公司那么多人看着，还有去年得到最优雅人士的那个周小薇，哦，现在估计啊，高兴的要死吧。换我啊，是待不下去的，搞不好啊要离职呢。就是，真不知道他怎么还有脸在公司待下去呢。 周小薇，哇，天哪！又是我的好啊！第几处
这些玫瑰代表天长地久，也是我对你的爱永远不够。哇，默默守护你的薛向东，这人是我们公司的吗？薛向东，没听说过这个人。好啦好啦，别这么关心我的私事了。要是被科长知道了，我要挨骂的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都回去工作吧，去吧。好羡慕哦。我刚在想什么呢？怎么会一瞬间以为花是风腾送的？大概是刚才被吓傻了吧。不过其实他们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。任何人看到我跟大老板走在一起，肯定都不会看好的吧？都认为麻雀飞上枝头，总有一天还是要摔下来的。哎，你好，那个丽叔在吗？我们老板今天没有来。哦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你先去忙吧。行。喂，珊珊，下班了？我现在在丽书店，原本想找丽叔聊天的，结果他今天没来。他这两天好多了，你不用担心了。你等我一下，等一下我接你。哦，好。对哦，今天可以偷偷的问风月跟严总过不过情人节。如果他们过情人节呢，那没道理风腾就不过吧？如果不是因为爷爷的关系，难道真的是为了要测试我吗？凤能，美国那边的资料我看过了，没什么问题。来的正好，跟我回家，陪丽叔吃饭。我今天还有点事儿，我就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还在想，这两天丽叔心情好多了。这个郑琪怎么这么厉害啊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跟你没关系吗？他那天一整晚都没有回家。啊，对。那天晚上他喝醉了，我把他带到我家去了，但我们什么都没发现。你们有什么事你也不会跟我说啊？郑琪，我觉得两个人相处总会有一些误解。我相信丽叔他真的觉得他很喜欢我，但是依照他那么好强的个性，你认为他喜欢我，他那么长时间不说出来，那就证明他没有那么喜欢。他只是性格比较好强，不想先开口罢了。我知道他性格好强，但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，可以忍着始终不说出来吗？所以，你是不打算把话说白喽？觉得丽叔的自尊心伤得起吗？不过我有另外一个好办法，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，让他知道他身边有一个帅哥一直在守护他。其实丽叔他也会知道，自从那天晚上过后，他整个人都精神多了。走吧，
李叔，玉叔不在房间吗？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凤堂，郑琪怎么了？回来的路上就有点沉默。没事儿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大老板，我的智商真的不够用啊！你这绕来绕去的，实在是听不懂啊。李叔，你在这儿啊？珊珊也来了。珊珊过来看你，郑琪也来了。你找书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进来的，我就是觉得有点闷，想找一下那本《The Great Gatsby》。《The Great Gatsby》就是上大学的时候送你的那本，你没印象吗？带回来没有？哥，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丽叔呢？在楼上。风月，我熬了紫米红豆粥。小朱，哎，坐。除夕那天晚上，你去我家，我妈还叨叨，说没给你熬一碗你最喜欢吃的红豆紫米粥，赶紧趁热把它喝了吧。等一下，从现在开始，你需要适应很多东西。从我帮你开车门开始，老板不可以，但是男朋友可以。哦。还有那么多的规矩啊！
是不是从老板到男朋友有点不太适应？我可以跟你坦白一件事情吗？说。晚饭前，在书房的时候，我看见丽叔穿着睡衣，在你房间里走来走去，我心里有点不舒服，就有点忘了丽叔家里的事情了。我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？这个可以理解。薛珊珊，你终于学会知足了。你可以再骄傲一点吗？不过这句话比任何解释都让人安心呢。不过还有一点，对于你来说会更艰难。什么呀？就是在你男朋友周围会有很多你认为的情侣，但是你只要记住一点，就是我对你有多好，我有多爱你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知道吗？你这不是骄傲，你这是自恋狂。进来。润堂，我相信你。The Great Gatsby。我相信丽叔，他真的觉得他很喜欢我。但是依照他那么冲动的个性，他喜欢一个人可以不说出来，就是没有那么喜欢。润堂，我相信你。你没拿漏什么东西吧？刚刚看见在家里一个劲儿找，找到了吗？还是没找着。嗨，也没什么，就是一本小说，我上大学的时候送给风童的。我来吧。你是不是还因为那个拥抱觉得尴尬？那只是一个拥抱而已，没什么的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总觉得那天以后，我们的感觉总感觉怪怪的。我没有，那个拥抱我也参与了，他传达了几分感情，我当然知道。其实我尴尬的不是因为这个，是我想起来那天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喝的太多了，有点失态。我是不是亲了你？原来你记得。我就是不想让你因为这个文有什么误会。啊，没有误会，你喝多了吗？不是。
再说了，被你这个大美女吻，那即便不是一吻定情，那我也赚到了。对，因为那天我确实是喝太多了。对你那天喝多了嘛，我知道。还是朋友？朋友啊，这当然。走吧。哦，那我来。我来吧。我来。走。走。哎，对了，昨天你让我帮你找的那本书，我还没有找到。你卧室没有吗？还没有。那你看了吗？可能是当时考试有点忙，所以一直没有时间看。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觉得那是本好书，我昨天突然想看了。找不到就算了，我下次让书商再进几本就是了。嗯。我们吃饭吧。哥啊，你今天几点下班啊？你要下班早的话，你带丽叔出去转转嘛，逛逛街啊，兜兜风啊，看看电影啊什么的，不都行吗？你多陪一下丽叔吧，我把小张留给你们。刚过完年，公司比较忙，我可能会搬到市区公寓去住。可是今天是周6呀，你应该回来陪我们的呀。这就是老板的悲哀。你慢吃。凤月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凑合我和你哥了？我住进封家为的又不是这个。亲爱的，我是真心想帮你。你知道，我要是早一点知道你的心事，我一定全力撮合我哥跟你好。但是现在咱们不占这个天时地利人和，我哥他已经……我只是想让他陪你走过这一段最艰难的路。我当年没有勇气表白，可能就注定错过这段缘分吧。以前我妈在的时候，就不太赞成我跟她在一起。现在我妈不在了，我也没什么心思想这件事情。但是我还是谢谢你，总是替我操心。那好，咱们就不提这事儿了，咱们现在吃，把这些全部都吃光，好不好？来。干杯！哎，刘刘，你不喝酒的？不会喝。真的假的？要不就喝一瓶吧。哎，你说今儿我这手艺怎么样吧？挺好，挺好的吧？那再捧一盏。来，教我做几个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就好。这其实挺好喝，你尝尝。你是不是都不上楼吃饭了？没有。公司里都传开了，说大老板家里藏了一个秘密情人，而且还很漂亮。现在呀，反而倒不传你们两个了。哎，姓樊的，你是不是叫樊人呢你？我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八卦什么你？你随便带，该干嘛干嘛去。这么多人，你给我点面子吧。走。那你们慢慢吃啊，我先走。不是，什么情况啊？什么秘密情人呢？是丽叔，丽叔他妈妈去世了，不能担心他，就让他到家里住一段时间。哎，不是，怎么又是那个袁丽叔啊？
他要干嘛呀？他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他跟你又是炫耀，又是宣示主权，他想干嘛？我就问问。你行行好，他们是从小就认识的好朋友，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这反应才过分。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啦，现在他封腾的女朋友是你薛珊珊，不是他袁丽书，他怎么能让他住到他们家去呢？封腾是跟风月还有严总一起住，他不是一个人住。宝贝儿，那你知道“近水楼台”这4个字吗？他们都认识那么久了，他要近水楼台早就得月了，还轮得上我啊？珊珊，这世界上有一种爱叫做怜爱，而且男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分不清楚他对一个女人是同情还是爱情。现在是袁丽书最脆弱的时候，同样也是他最容易反败为胜的时候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啊？封腾，他最近一直都是跟我一起吃饭，他大可以陪丽书的，但是他却一直都陪着我，还不够真心啊？反正我是想好了，只要封腾能够真心真意的对我，不管什么流言蜚语，我真的无所谓。哼，薛珊珊，我要是男人呀，我也喜欢你，你真傻。女孩子天真是好事儿，你太天真那就是傻，知道吗？那我问你，情人节他陪不陪你过？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开口呢。你看我说的吧，他跟你说试试，是不是？他跟你说试试，他也跟别人说试，这叫脚踏两只船，你明白吗？我问你，哎，你确定封腾是你男朋友吗？还是只是你男的朋友？封腾，有一件事儿，我郁闷了很久。你说。那个，你爷爷不准过情人节，那你父母就都不过了吗？他们偷偷过。那我们也偷偷过吧。既然要偷偷过，哎呀，还是不要送花了，挺浪费钱的。当然也不是钱的问题。要不然我们烛光晚餐？哎呀，不行。这是我薛珊珊25年来第一次过情人节，不能再吃了。要不然我们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怎么样？然后我们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。不对，我怎么又说到吃上了？珊珊。你说这是你第一次过情人节？是啊。不会又生气了吧？这里是我的公寓，公司比较忙的时候，我都一个人住这儿。以后我们就在这儿吃东西。那情人节也在这里过吗？如果你忙的话，我可以下厨啊。先不说这个。
所以带我来这里是要告诉我，我们不过情人节。与男朋友拥有一个秘密基地，是女孩们的愿望清单之一。我意外地进来了这个秘密基地，可我怎么一点都感受不到身为风头女朋友的快乐呢？哎，珊珊，我今天才听说，大老板的秘密情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哦？难道你们俩的感情出问题了？要不要我给你出谋划策？虽然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但是被问起来，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。不过丽叔的事儿跟凤腾的隐私有关，我也不能广播一样，好像丽叔跟凤腾没什么，那反而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吧。什么秘密情人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哎呀，难道大老板真的有秘密情人？哎呀，我还以为大老板一直是跟你在一起的呢。你们俩真的不是男女朋友啊？每个人一听到我的男朋友是我大老板，总是格外敏感，连我都能感受到那股氛围，开始无谓的敏感起来。可是我跟风腾在一起的初衷，只是因为单纯的这个人啊，跟他头衔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是，我才没跟大老板谈恋爱呢。他怎么会来财务部？那么刚才说的话，他都听见了吗？我知道我自己因为情绪敏感，就脱口而出风腾不是我男朋友，这样有点太不近人情。可是就算我脑袋是清醒的，也还是会否认呐。只是风腾这反应，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跟阿佳的谈话呀？如果听到了，他应该会很生气才对吧？我下周要去美国，可能要停留1周左右。下周？这么突然啊？下周末就是情人节嘞，肯定不过了。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啊。可是我没有护照啊。吃饭吧。不能过也不能提的日子，哪里算是情人节嘛？明明就是情人的劫难嘛。说不定对风腾来说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开始过。哎，李叔。哎，丽叔，你吃过午饭没有啊？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店，我可以带你去啊。我没事的，珊珊。回到市区就过正常的生活呗，忙工作。我就当成我妈还住在老家的时候一样。反正这么多年，我一个人都习惯了。糟了，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哎，这个花茶不错哎，很好喝。我刚才看菜单上说好像是什么，从欧洲进口的，你要不要尝尝看呀？哦，这个是我特别挑的，叫情人之吻。对啊，这是你的店。薛珊珊，你这张嘴除了吃东西还会干嘛？
呀？哎，也是你从欧洲进过来的吗？这个，对啊，这个叫做 Sweet Valentine， 甜蜜的情人节。情人节快到了，应景。我想的话，销量应该还不错。不过可能你就会比较辛苦了，因为风腾是从来不过情人节的。你也知道风腾不过情人节呀？他没告诉你吗？他父母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车祸意外走的。那我们也偷偷过吧。既然要偷偷过，哎呀，还是不要送花了，挺浪费钱的。当然也不是钱的问题。要不然我们烛光晚餐。那情人节也在这里过吗？先不说这个。他没告诉你吗？他父母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车祸意外走的。薛珊珊，你果然是猪头，不会说话就算了，还专在人伤口上撒盐。风腾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辈子都不要过情人节。Your presentation about the project seemed clear and perfect. Sure, we anticipate the good news. Yeah. Oh, are you okay? Oh, 我的天！哦，琳达，备车送医院。是。哦。齐帅跟客户不知道现在好不好？不行，我再问问风腾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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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都还好吗？情况怎么样了？没事了。完蛋了，风腾一定非常非常生气。珊珊，我怎么听说你把外国客户撞倒送医院了？听说他们好像是来谈合作的，这下人被撞到医院，真气得不得了，直接宣告合作失败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怎么回事？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啊？你快说呀！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好像据说是珊珊冲进电梯里面，然后撞到齐帅了，然后齐帅又把那个后脑勺用后脑勺把外国人又撞。疼不疼？你要再按就疼了。我不按了。没事儿，小伤而已。Steven 比较惨，鼻梁骨都断了。没想到我后脑勺这么结实。你说珊珊冲出电梯，那合作案就这么搞砸了？合同倒无所谓，风腾本来就不太看好那家公司，也没有多想跟他们合作。这次谈合作呢，也只是客套一下。
维护一下彼此的面子。珊珊这么一撞，倒也挺好，给彼此一个台阶下。应该是风腾让珊珊有台阶下吧。依他的个性，对亲密的人是不会这么客气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珊珊中午到店里来找过我，哎。风腾好像没有把他父母在情人节出意外的事情告诉他。你说珊珊今天去找你去了？嗯。所以你跟他说了风腾父母的事儿？啊，我又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这件事情又不是什么秘密，跟风腾熟一点的人都会知道啊。你说这么大的事儿，风腾怎么没有跟珊珊说呢？难道他对她还有所保留？难怪珊珊这么心急。也是，你说哪个女孩不想过个浪漫的情人节？偏偏这个事情是风腾最大的痛处。哎，你说珊珊受得了一辈子都不过情人节吗？那你受得了一辈子都不过情人节吗？当然了，我有那么任性吗？其实珊珊也不是任性，她就是不知道而已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好像跟你没关系吧？其实我在心里面已经跟自己说过千百次了，不要因为风腾和珊珊的一个风吹草动，影响了自己整个人的情绪。我真的不是讨厌珊珊，我有时候还觉得她挺可爱的呢。我就是觉得他俩不是特别合适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刚才好像一直都在批评珊珊。哎，如果我下次还这么讨厌的话，你一定要提醒我啊。好的，不过我一点都不觉得你讨厌。风腾，我跟丽叔在一起，丽叔中午把你父母的死因告诉珊珊了。合作案的事情你不用放在心里。风腾本来就没有多想要跟他合作，只是把结果提前了而已。这是在安慰我吗？好冷淡的口气。你骂我，我还舒坦一些。你今天中午找我，有什么急事吗？没事儿，没什么大事儿了。合作案都破局了，我现在怎么好意思在风腾面前说我只是为了一个区区的情人节，就把事情搞成这样？我明天要去美国，去办一些事情。那我去送你啊？不用送了。明天很早，你好好休息。为什么这气氛好像要凝结一样，让人难受？风腾，你不如对我发飙，拿我出气，骂我是猪头也好啊。你现在这样，比酷刑还要残忍。珊珊这次啊，不只是要失宠了，搞砸了公司的合作啊，恐怕是要失业了。我看他这次啊，8成是凶多吉少了。在这种凝固的气氛下吃饭，结果会消化不良啊！可是话说回来，风腾为什么不告诉我父母的事情？是因为我还没有资格知道吗？当然没资格了，这阵子的表现，自己都觉得没资格。珊珊，出来一下吧，我有话跟你讲。
完了完了，严总都找上来了，珊珊这次肯定是要离开了。还会不会有其他可能性啊？珊珊，不好意思啊，山里那天呢去老宅帮我拿东西，无意间看到丽叔，他呢也什么都不知道，跟别人到处八卦，让这些风言风语影响你心情了。啊？我已经把山里开除了。不是吧？为什么做错事情的是我，却让他离职啊？其实，这是封腾的意思。你要知道，秘书是跟高层走得最近的人，如果他天天把高层的家事到处乱说的话，那就太糟了。啊？哦，所以，严总找我，不是要请我离职啊？离职？为什么要请你离职啊？我昨天撞上了一个客户，又把公司的合作案给搞砸了。那你找我，不是要请我离职吗？嗨，这事儿啊，我们集团呢本来就没打算和他们公司签约，错不在你，别有压力。所以封腾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安慰我。珊珊，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丽叔并不是什么封腾的秘密情人，你不会因为这个误会封腾吧？不会。啊，那就好。我是过来人，你知道吗？像咱们这样出身普通的人，和封家的人谈恋爱，是一定会受到很多风言风语的。但你看我和风月现在，不是很幸福甜蜜吗？我希望你能够挺住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封腾。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跟我们一样幸福甜蜜的。哦。接电话呀！封腾不过情人节的原因也是，这次合作案的事情也是。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事情的真相啊？就连黎叔不是秘密情人的这件事情，也不是封腾亲口跟我解释的。我明白，我跟封腾之间并没有夹着别人，但我没料到，光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差距，就已经让我如此力不从心。封腾跟我的感觉是一样吗？珊珊，严总跟你说什么了？你还能待在公司吗？哎，你别说的那么直白。严总没跟我说离职的事儿啊？没说，那是不是说禁爱令的事儿啊？对呀，禁爱令啊！严总同你谈话的时候，生活能量上面发布了公告的，说我们公司的禁爱令被撤销了。啊？你害客户受伤，搞砸了这个合作案，不仅没被革职，现在连禁爱令都一并解除了。你跟老板是不是进行时啊？是不是？不是，肯定是，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一并解除了呀？就是呀。这下禁爱令也在封腾的遥控之下撤了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最近表现频频出错，肯定不是为了想在公司公开恋情的。封腾啊，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，我实在是需要一本能让我解读封腾的使用指南啊！看来这下我和季帅有希望了。想多了吧？季帅，哎，那个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啊？世上虽没有封腾使用指南这种东西，但至少眼前有位恋爱界的大前辈，而这人恰巧跟封腾很熟。发生什么事儿啊？怎么突然想到请我喝咖啡啊？总觉得这件事，心里很过意不去。哎呀，如果那天你把我脑袋撞坏了，害公司失去了一名优秀的创意总监，那你才真的应该过意不去。
不去。不过你今天请我喝咖啡，应该不是为了这件事吧？别说，让我猜一猜，是不是跟你那天急忙冲出电梯有关？哇，这个你就能猜出来？其实封腾父母的事儿啊，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听他说过一次。我能理解，热恋中的女孩嘛，都希望过一个浪漫的情人节。但是，这个节日对于封腾来说是一个劫难，非要让他在这个日子里跟你一起浪漫甜蜜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太为难他了？所以呢，也希望你能够体谅体谅他。我知道，可是封腾他根本就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，包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，他大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他的想法，或者是说真正的原因，可是他却选择不说，这让我觉得，我离他好遥远。一个千万不要乱想啊！封腾这个人呢，心思比较细腻一点，他不说，肯定是想找个适当的时机来告诉你。毕竟你们两个人才刚刚开始交往，在情人节前夕跟你说这些悲伤的话，未免也太沉重了一点。我虽然不够机灵，但这点人情世故还是懂的。他为什么就不跟我说呢？以我对封腾的了解，当他心思越细密，越让人看不懂的时候，就说明他越在乎你。虽然你看不懂封腾，但不能否认，他正在用他自己的方式跟你谈恋爱。封腾曾经跟我说，不要看他说了什么，要看他做了什么。就是这意思。可是我又不聪明，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啊？封腾这个人啊，在事业的容忍范围很小，不允许犯错。但是在爱情的世界里啊，就你薛珊珊那点小心思，随便你横冲直撞，你碰不到他的底线。谢谢你啊。到饭店了。虽然齐帅的话让我安心不少，可是几天下来，跟封腾的远距离对话，让我怀疑，齐帅是不是也想错了封腾的心思呢？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哟。吃过了。大老板金口一字千金，每次都只是3字真言。不过每条信息也都回复我，是在包容我吗？但只包容不说明，其实应该也叫做忍耐吧。有男朋友只能忍耐的女朋友，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女朋友吧。我实在是太迷茫了，甚至连封腾要把我甩了的想法都想过。如果就这样散了，虽然算是落得轻松，但
但总觉得有点难过。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解释清楚，也不给我一个平反的机会呢？好梦。你们呀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亲爱的，好漂亮。我们去看电影吧。好啊。凌晨班机回，明早有事再找你。找我聊？聊什么呀？不会是想跟我摊牌吧？薛珊珊，你试用期表现得很不 OK， 很抱歉，你被开除了。如果是工作，还有个工作评量标准，知道自己哪边做得不够好。但爱情无关对错，全凭感觉。只要有一个人想分，那分手这件事情就可以被成立了。原来爱情比想象的还不可靠。封腾真的0点才能回来吗？李叔会知道封腾的行程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袁丽叔在吗？啊，您是来找袁小姐的是吧？啊，哦，她今天提前走了。走了？对。哦，是这样，你如果要找她的话，明天下午来吧。听说她明天上午要去扫墓。明天上午去扫墓？对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啊，不客气。扫墓？是扫封腾父母的墓吗？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静静地陪着你，等待那一天。这份爱太浓烈，否定你犹豫不决，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？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溜溜，我该怎么办呀？说老实话，我觉得你跟封腾根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，而且不是随便沟通就能立马解决问题的。这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只存在童话里。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，我也不敢想能够和封腾白头偕老。试用期没满却被炒鱿鱼了，确实也蛮符合我薛珊珊的形象。只是，就
这样被吵得不明不白，真的挺让人沮丧的。以风腾的性格，他肯定觉得他做的已经很明显了，你应该看得出来。所以说，你应该懂得进退。真的就只能走到这里了吗？我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，还糊里糊涂的呢，连点努力都还没算上呢。珊珊，你了解他吗？你知道他的一切吗？既然你不了解，你又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呢？啊，这就是不是说，就像是捡到了一张金卡，却不知道密码是什么？唉，这没有密码，你要是黑客也行啊。这既然都不是，你又何苦自寻烦恼呢？这要怪啊，只能怪你不是发明金卡的人。珊珊，往好处想吧，这舍得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难道你真的要和一个和你不合适的人过一辈子啊？你觉得这样你会幸福吗？好了，这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好男人多的是啊，我妹妹这么优秀，还怕找不到好男人啊，是吧？溜溜姐姐，谢谢你当我的情绪垃圾桶。啊，我是有多悲催呀，有这么个多愁善感的妹妹。以后甩不掉我了。好啦，你快把奶茶喝了，喝了心情就会好哦。那我们就以奶茶代酒，就当是借酒消愁了。好，干！